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只很有代表性的新美股 Circle， 股票代码 CRCL。它表面上是币圈公司，真正做的却是一门很古老的金融生意，把美元变成链上的数字美元，然后靠储备资产、支付网络和生态合作赚钱。Circle 去年以30亿美元发行价登陆纽约交易所。上市后被稳定币热潮推上风口，现在股价回到80美元附近，市值超过200亿美元。核心问题很简单，这个价格买的是一家稳定币发行商的利息生意，还是下一代美元支付网络的入口？最新一个季度 ，Circle 的 USDC 流通量达到770亿美元，链上交易量达到21.5万亿美元，公司也继续盈利。但收入高度依赖储备资产收益，合作伙伴分成很重，利率周期和监管规则都可能改变这门生意的天花板。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讲 Circle 之前，先把稳定币这个东西解释一下。比特币像数字世界里的黄金，价格每天上下波动。美元稳定币更像数字世界里的美元代金券，你给发行方1美元，发行方给你一枚代币，这枚代币理论上始终可以换回1美元。它不负责让你一夜暴富，它负责让钱在链上快速移动。交易所要用它，跨境支付要用它，链上金融要用它。未来如果商家、人工智能代理、游戏公司、金融机构都需要24小时不间断转账，稳定币就可能变成数字金融世界里的基础管道。Circle 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是去赌某一枚币会不会涨10倍，而是站在更底层的位置，发行一枚被美元资产支持的稳定币 USDC， 用户拿美元换 USDC。Circle 把背后的储备放在现金和短期美国国债里，只要 USDC 流通规模越大，储备规模就越大，只要利率还在，储备资产就会产生收入。这听起来不像一个加密故事，倒更像银行、支付公司和货币市场基金拼在一起的混合体。这个生意的创始人故事也很有意思。Circle 的联合创始人 Jeremy Allaire 不是突然从币圈冒出来的人，他是一个老牌互联网创业者。早年他参与创建了网页开发工具公司 Allaire Corporation， 后来做过 Macromedia 的技术高管，又创办了网络视频平台 Brightcove。简单说，他见过互联网从工具、内容、视频一路走到平台化。到2013年，他和 Sean Neville 一起创办 Circle 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炒币 APP， 而是一个更大的趋势。互联网已经可以传递文字、图片和视频，但钱的流动仍然被银行营业时间、跨境手续费、清算网络和监管边界卡住。Circle 一开始并没有直接变成今天的稳定币公司，它最早做过比特币支付，也做过面向普通用户的钱包和转账产品。那个阶段的 Circle 有点像早年的互联网支付创业公司，想让普通人像发消息一样转钱。后来公司慢慢发现，比特币价格太波动，很难成为日常支付工具。普通消费者不想早上买杯咖啡，晚上发现自己少赚了一顿饭钱。真正适合支付和结算的东西，不是会暴涨暴跌的币，而是可以稳定代表1美元的数字美元。于是 USDC 成了 Circle 的核心，这个转向很关键。Circle 从让普通人用比特币付款的故事，转成了让美元进入区块链世界的故事。前者更像消费产品，后者更像金融基础设施。消费产品靠用户下载、活跃和补贴，金融基础设施靠规模、信任、合规和分发渠道。也正是这个转向，让 Circle 最后能从一堆加密公司里跑出来，变成稳定币第一股。上市这件事本身也带着强烈的情绪。Circle 2025年6月定价上市，发行价是31美元，公司和部分老股东合计卖出3400万股，募资约10.54亿美元。上市首日，市场直接把它当成稳定币监管红利和加密金融基础设施的代表来追捧。对很多投资者来说， Circle 不只是一个新股，而是一个可以在美股账户里买到的稳定币入口。以前你想投稳定币，可能只能买 Coinbase， 买加密货币相关股票，
或者直接进入链上世界。Circle 上市以后，投资者突然有了一只更纯的标的。财报数字确实给了市场很多想象空间。2026年第一季度 ，Circle 的 USDC 流通量在季末达到770亿美元，同比增长28%，链上交易量达到2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63%。这个交易量听起来很夸张，但它说明一件事。USDC 已经不只是交易所里来回换手的筹码，它正在成为链上资金流动的重要单位。只要这条管道里流过的钱越来越多， Circle 就会被市场视为数字美元网络的一部分。再看收入， Circle 第一季度总收入和储备收入达到6.94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中储备收入是6.53亿美元，同比增长17%。这个数字说明 Circle 的核心收入仍然来自背后储备资产产生的收益。USDC 流通量越大，储备池越大，储备池越大，利息收入越多。Circle 不是靠用户买卖 USDC 收手续费发财，而是靠数字美元背后的真实美元资产赚钱。不过这个模式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限制， Circle 收到的利息收入不是全部留给自己，它要把相当一部分分给分销伙伴和生态合作方，尤其是 Coinbase 这样的关键渠道。财报里可以看到，第一季度分销、交易和其他成本达到4.07亿美元，同比增长17%。换句话说， Circle 的收入看起来很大，但这条收入河流中间有很多分水口，用户从哪里来，流动性在哪里，交易入口掌握在谁手里，都会影响 Circle 最后能留下多少利润。这也是 Circle 和普通软件公司的不同。一个优秀软件公司，用户多了，服务器和销售成本可能会摊薄，利润率越做越高。Circle 的生意更像金融管道，规模越大确实有好处，但合作伙伴、储备收益率、监管成本和分销费用都会持续存在。第一季度公司净利润是5500万美元，同比下降15%。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是1.51亿美元，同比增长24%。这个组合很有代表性，底层规模仍然在扩张，但上市后股权激励、产品投入、运营基础设施和合规成本也在上升。利率是 Circle 这门生意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根线，高利率环境对 Circle 很友好。因为 USDC 储备放在现金和短期美国国债里，可以产生不错的收益，利率越高，储备收入越厚。但如果未来美国利率下降，单个美元带来的利息收入会变薄。到那时 Circle 必须靠更大的 USDC 流通量、更高的支付使用率、更多企业服务和更多新产品来抵消利率下行。市场买 CRCL 不只是看 USDC 今天有多少，更是在赌它能不能从赚利息的稳定币发行商升级成真正的支付和金融网络。监管是另一个绕不开的变量。稳定币过去最尴尬的地方是它看起来像美元，使用场景像支付工具，但监管身份长期不够清晰。2025年，美国通过稳定币相关法律框架以后，合规稳定币发行商有了更明确的道路。对 Circle 来说，这是利好，因为它一直把自己包装成受监管、透明、储备清晰的稳定币公司。规则越清楚，大机构越愿意使用，银行、支付公司和企业客户也越容易进场。但监管也不是单向利好，规则越清楚，门槛越明确，更多传统金融机构也会看清这门生意。银行、支付巨头、资产管理公司，甚至大型科技平台，都可能研究自己的稳定币方案，或者与不同发行商合作。Circle 过去靠合规牌建立信任，未来他还要证明自己不只是最早站上牌桌的人，而是能长期守住流动性、开发者生态和分销渠道的人。竞争里最强的对手是 Tether。Tether 背后的 USDT 在全球加密市场里使用非常广，尤其是在很多非美国市场和交易场景中，它的网络效应非常强。Circle 的优势是合规、透明和机构形象， Tether 的优势是规模、流动性和用户习惯。
一个像穿西装的数字美元，一个像全球交易员常年使用的现金工具。市场给 Circle 高估值，其实是在压住合规和机构化会越来越重要，而不是单纯压住今天谁的流通量最大。另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是 Coinbase。Coinbase 一边是 Circle 的重要合作伙伴，一边也是稳定币生态里的关键入口。对 Circle 来说， Coinbase 带来用户、流动性和可信度；对 Coinbase 来说， USDC 又带来稳定币相关收益和用户留存。两家公司像是绑在同一条船上，但这条船的收益怎么分，永远是投资者要盯的地方。Circle 不是独自掌握所有流量的平台，它更像一个发行和结算层，需要依靠交易所、钱包、支付平台和开发者生态一起把 USDC 推出去。这就引出了估值问题。CRCL 当前股价在80美元附近，市值大约214亿美元，已经远高于31美元的发行价。这个市值对应的不是一家普通刚上市金融科技公司的待遇，而是市场把稳定币第一股、数字美元基础设施、监管红利、加密金融入口这些故事都打包进了价格。买入这只股票的人实际上是在压住未来几年 USDC 流通规模继续扩大，链上支付和企业结算真正普及， Circle 能从储备利息生意走向更多平台化收入。风险也很清楚， Circle 的收入对利率敏感，对 USDC 规模敏感，对合作伙伴分成敏感，也对市场信任非常敏感。2023年硅谷银行事件时， Circle 曾披露有33亿美元 USDC 储备存在硅谷银行，引发市场恐慌， USDC 一度跌破1美元挂钩，后来随着银行处置和兑付安排恢复正常。这个事件给投资者上过一课，稳定币最怕的不是波动，而是信任裂缝。只要大家相信一枚 USDC 可以换回1美元，它就是数字现金。一旦信任被动摇，它就会瞬间变成挤兑测试。所以看 Circle 不能只看收入增长，更重要的是看几个指标： USDC 流通量是不是继续增长，储备收益率是不是下滑，分销成本占收入的比例有没有改善，其他收入能不能从几十亿美元级别收入里长出真正的新曲线，监管框架有没有带来更多企业客户。只要这些指标继续往好的方向走， Circle 就有机会证明自己不是币圈周期股，而是数字美元时代的金融基础设施。但如果利率下行， USDC 增速放缓，分销费用居高不下，或者 Tether 和传统金融机构继续压缩它的空间， CRCL 现在的估值就会面临重新计算。稳定币这个赛道很大，不代表每一个稳定币发行商都能把大市场变成高利润。支付行业历史上反复出现过一个规律，流水很大不等于利润很厚，用户很多不等于平台一定有定价权。 Circle 现在最需要证明的就是它不仅能发行数字美元，还能在数字美元流动的每一个环节里留下足够多的价值。把故事拉长看， Circle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把两个看似矛盾的世界接到了一起，一边是美国国债、合规牌照、审计、监管和传统金融，另一边是区块链、钱包、交易所、开发者和24小时运转的链上世界。它不靠制造一个新的货币叙事，而是把最老的美元搬到最新的金融管道里。这个故事很吸引人，也很危险，因为当一个故事同时沾上美元、加密、监管和新股4个标签时，市场情绪通常会跑在财务现实前面。我的整体判断是 Circle 是一个值得跟踪的公司，但不是一个可以只靠标题买入的故事。它的商业模式比很多加密股更清楚，财务质量也比很多新股更扎实，但它的估值已经在提前消化稳定币长期普及、美国监管红利和平台收入扩张。如果你看好数字美元在未来支付和结算里的位置，
CRCR 是一个非常纯的观察标的。如果你更在意短期利润、利率下行和估值安全边际，那么这只股票需要更谨慎地等待财报继续验证。Circle 的故事还没结束，它可能会成为数字金融时代的一条重要管道，也可能会在高估值、利率变化和竞争压力下经历很长的消化期。稳定币听起来很稳定，稳定币股票却一点儿也不稳定。接下来几个季度 USDC 的流通量、储备收益率、分销成本和其他平台收入会比任何口号都更重要。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